继续打，打到这炷香燃尽，我便饶了他这条贱命。小姐，老奴只是不小心扫了落在地上的花瓣，扰了您赏景的雅兴，你何苦这般赶尽杀绝？不肯认罚是吧？那便让你的女儿替你受这份罪。小姐，老奴认罚！不要，求求小姐您高抬贵手，放了娘亲！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求小姐放过我娘亲！求小姐放过我娘亲！求小姐放过我娘亲！星儿，若是有下辈子，娘还想与你做母女。小姐，没事了。娘亲！这般景象真是有趣的很。若是有人问起，便说贱奴温氏与人私通被捉，羞愧之下在海棠树下自缢身亡，免得污了我的名声，影响3日后的选秀。是，小姐。我娘亲根本没做错任何事，你凭什么夺走她的性命？就凭我们小姐即将入宫选秀，日后会成为宫中的娘娘，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，而你们不过是任人践踏的蝼蚁，也配质问我？拖去后山喂狼。娘亲，婉清这就来陪你。醒了就把这碗药喝了。放开我！我要去杀了穆青莲，为我娘报仇雪恨。她如今已是皇后，身居后宫中宫之位，身边守卫层层环绕，你这般贸然前去，无疑是自投罗网。那我该怎么办？难道我娘亲的血海深仇就这般不了了之？拜我为师，我会教你魅惑君王之术，教你权谋算计之法，助你入宫获得圣宠，一步步往上爬。终有一日，你会站在他面前，将他踩在脚下，报仇雪恨。弟子温婉行拜见师父。天然去雕饰，清水出芙蓉，确实是块好料子。为师在你心口种下的福泽莲，乃是独门秘传的异旨。皇上每宠幸你一次，它便会绽放一半。待它完全盛开之时，你便会怀上龙翼。如今皇室子嗣凋零，你若是能生下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必定能一步登天，在后宫中稳稳立足。弟子谨记师父教诲，定不辜负师父的殷切期望。不过，为师要先考考你，是否有让皇上为之倾心的本事。这第一关考验你对男子的吸引力，练的是肌肤的敏锐程度。我要你躺在这张床上，在10层厚重的锦被之下，找出藏着的一颗绿豆。师父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硌得我很不舒服呢。肌肤娇嫩细腻，触觉敏锐异常，很好。身段柔软曼妙，姿态娇媚动人，一举一动都能勾人心魄，足以让男子为之疯狂。第一关考核通过。第二关考验你伺候男子的技巧，练的是身段的掌控能力。我要你将这颗葡萄夹在双腿之间，在不损坏它的前提下，把这张禅意纸折成一把纸扇。不错，技巧娴熟老练，掌控恰到好处。第二关顺利通过。这第三关考验你的心性。想要魅惑男子，首先要做到心如止水，不为情欲所动。你若是连我的挑逗都无法忍受，便也不必想着去吸引皇上，报仇雪恨了。起初满心欢喜，情根深处，你侬我侬，情意浓。到后来渐行渐远，渐生嫌弃，你烦我厌，两相隔。很好，你这次的考核考验不合格，不准入宫。为何？我明明已经通过了所有考核，3关考验我都完成了。
我不过是佯装受伤，掉了一把玉梳，你便迫不及待地上前搀扶，毫无防备之心。若是我是你的仇敌，这便是取你性命的最佳时机。你早已命丧黄泉，如此心软重情，毫无防备，在这危机四伏的皇宫之中，你根本无法存活。后宫之内，人人皆为敌人，一步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的下场。我只是下意识的反应，不必多言。宫中人心险恶，容不得半点心软。我说不准，便是不准。弟子知错，还请师父见谅。为了报仇，我已蛰伏10年，从懵懂孩童熬到如今，实在无法再等，也不能再等。明日的秀女大选，我势在必得，即便粉身碎骨，也绝不回头。秀女入宫，危机四伏，往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闯荡。小姐，您这容貌，这气质，那可是万里挑一的。这些秀女拿什么跟您比呀？还以为来参加大选的秀女容貌能有多出众，没想到竟是些歪瓜裂枣，真是白费我一番精心打扮。那是自然，论家世背景和容貌姿色，在座各位谁能与刘姐姐相提并论？您是刑部侍郎的千金，还是皇后娘娘的表妹？今年这殿选第一，必定是刘姐姐的囊中之物。哼，哇，这姑娘也太美了吧！是哪家的千金？怎么从未见过？这是谁家的小姐，生得这般貌美？不知道是哪个穷乡僻壤来的穷酸丫头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连件像样的银饰都带不起，浑身上下加起来还不如我的一双锦鞋珍贵，真是笑掉人大牙。妹妹家境贫寒，自然比不上姐姐满身珠光宝气，佩戴着各式金饰。这倒让我想起一个典故：前朝有位公主喜爱珠宝首饰，就连吃饭的木桶都要镀上一层翡翠，否则便不肯进食，最后却因太过挑剔，活活饿死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饭桶终究是饭桶，即便镀上一层翡翠，也改变不了其本质，到头来依旧是个饭桶。你竟敢辱骂我是饭桶！我打烂你的嘴！大选正式开始，众秀女随我入考场。是不是饭桶？等会儿比试便见分晓，我定要让你颜面扫地。本次选秀书法比试第一名温婉星，女工比试第一名温婉星，武技比试第一名温婉星。殿选比试结束，稍后画师会为各位小主画像，画像呈送皇上御脸之后，便会宣布今日殿选的最终成绩。还请众秀女静候佳音。刘姐姐，您可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大小姐，还是皇后娘娘的表妹，怎么处处都输给温婉星那个乡巴佬？这也太奇怪了。输？哼，本小姐怎么可能会输？谁输谁赢还未可知，你等着瞧。她温婉星绝不会拿到殿选第一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10年了，穆清渊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，准备好迎接我的复仇了吗？免礼。李公公，宣布殿选前3甲吧。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秀女参选，经层层考核，择优录取。本次殿选获得第3名的秀女，乃知府之女孟瑶；第2名，刑部侍郎之女柳嫣然。刘姐姐是第2名，那第1名必定是温婉星了吧？是啊，除了她，谁还能有这般实力拿下第1？本次殿选第1名，桃源县城之女苏连月。怎么会是苏连月？不应该是温婉星吗？怎么回事？这也太蹊跷了！
分明就是内定的吧？这便是本次殿选的前3甲，各有千秋，甚合我意。就按老规矩，封第1名苏连月为贵人，次居景仁宫，其余2人按相应品阶安置。朕还有政务要处理，先行一步。恭送皇上。大家都散了吧，回各自住处等候安置。舒雪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？为何殿选第1不是我，反而是苏连月那个蠢货？刘姐姐，何必说的这么难听？我不过是给为你和温婉欣画像的画师送去了双倍的酬劳，让他们把温婉欣画的奇丑无比，把你画的稍逊一跑罢了，全当是给你提个醒，以后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这后宫可不是你能肆意撒野的地方。小主，您没事吧？听说殿选结果出来了，您3项比试都是第1，却连前3甲都没进，一定是被人做了手脚。你是谁？奴婢清河，是内务府分派来伺候小主的宫女。见您许久未回宫，便出去寻找，没想到看到柳贵人在公道上横行霸道。小主您别急，奴婢这就去内务府告发柳贵人，肯定是她在中间作祟，否则您以后与她同住一宫，指不定要受她多少欺负。倒是个忠心护主的姑娘，不必去了。啊，小主，这是为何？她害您错失殿选第1，您就这么轻易放过她？这第1名本就是我故意让给他们的。枪打出头鸟，在这后宫之中太过耀眼夺目，只会死得更快。且让他们去争吧，很快他们就会遭到报应。先生，是不是收了刘姐姐的好处，才把婉欣画成这般丑陋的模样？臣不知您在说什么，这画像臣都是依照实情所画。小主饶命，求您放过翠儿，她是臣的女儿。臣一时糊涂，收了柳贵人的银两，才故意把小主画丑。臣一定重新把小主画得美若天仙，弥补臣的过错。臣知错了。先生，我不要你画得美若天仙，我要你把我画得更丑，比现在还要丑。为何呀，小主？这岂不是毁了你啊？或许到了明天，你便会知晓答案。你照我说的做，若是敢有半点推辞，你和你的女儿都别想活着走出这里。不好了！殿选第1的苏贵人出事了！苏贵人在景仁宫的海棠石上上吊自杀了！穆青音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手段依旧这般狠毒，容不得半点危险。若是我成了这殿选第1，恐怕今日悬在那海棠树上的人便是我了。所以，在我还未得到荣宠，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，我一定要谨言慎行，收敛锋芒，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，成为他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可皇上每日都忙于朝政，很少踏入后宫，别说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就连见他一面都难。没有皇上的庇护，我们在这后宫之中，简直就是蝼蚁。今晚，就在今晚，我便要让皇上对我念念不忘，非我不可。小主，您说今晚便能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可这都快亥时了，我们怎么还不去养心殿求见皇上？再晚一些，皇上就要睡下了。我们不用去见他，求人不如求己。我要让皇上主动来见我，让他心甘情愿地走到我身边。啊，小主，这怎么可能？皇上怎会主动前来见您一个素未谋面的秀女？清河，你可知这皇宫深处的落堂谷为何会得此名？奴婢听宫里的老人说，是因为那里紧邻着一大片海棠树，每到春天，海棠花瓣纷飞，落满山谷，故而得名落堂谷。没错，但很少有人知晓，这片海棠林是皇上的生母纯惠贵妃亲手栽种的。纯惠贵妃早年便过世了，皇上对她思念至极，所以每个月的15，皇上都会独自来到这片棠林，缅怀生母，无人敢上前打扰。而这，便是我唯一的机会，也是让他见到我的最佳时机。
高山流水遇知音，阁下敌意精湛非凡，曲风凄清婉转，与我心中所思所感不谋而合，还请现身一见。你我既是知音，又何必执着于相见？知音之交，贵在心意互通，而非情意延绵。见与不见，又有何差别？听声音，你是位女子，你来自哪个宫殿？名叫什么？可是朕的妃嫔，还是宫女？为何会在此地吹笛？有缘自会相见，不必强求。等下次有缘相遇，我再告知你我的名字。小主，您昨晚在落堂谷吹笛，明明已经引起皇上的注意了，为何不告诉他您的名字，也不愿与他相见呢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清河，你觉得这世上最美味的东西是什么？是桂花糕。奴婢小时候最喜欢吃桂花糕了，甜丝丝的，特别美味。傻丫头，这世上最美味的东西，从来都不是山珍海味，也不是你心心念念的桂花糕，而是那种想吃却又吃不到的东西。哦，奴婢明白了。小主，您可太聪慧了，这一招欲擒故纵实在是太高明了。走吧，回屋歇息。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候皇上主动来找我们便可。够了够了，都别吹了！一个个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难听到了极点。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！皇上心情不佳，都别在此地逗留了。厉公公，这吹笛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能把皇上迷成这般模样，还把宫中所有女子都叫来辨认，搅得整个皇宫天翻地覆，这待遇可是独一份啊！谁知道呢？不管是谁被皇上找出来，必定能一步登天，飞上枝头变凤凰啊！行了，我的祖宗，你就别再委屈了。你进宫这么久，连皇上的衣角都没摸到，如今竟还比不上一个身份不明的吹笛女子，让本宫的脸往哪儿搁？再这般下去，恐怕连与你同住一宫的温答应都能比你更早接触到皇上。你身为刑部侍郎的女儿，皇后的表妹，颜面何在？表姐放心，皇上昨日已经看过秀女的画像了。温婉星那个女人被画师画得奇丑无比，皇上见了只会心生厌恶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得宠，更别想超过我。这还差不多，你也安分一些，别再惹是生非，好好在宫中待着，有本宫在，定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小主，这招太管用了，皇上这几天找您找的都快发疯了。养心殿门口天天排满了人，全是吹笛的，就是没人能吹出您的曲调。奴婢从小就在宫里伺候，从未见过皇上为哪个女人这般着迷。小主，您可太厉害了。毕竟，对于男人而言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，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。越是让他摸不着头脑，他就越是渴望。不过，再继续耗下去，皇上就要失去耐心了。过犹不及，是时候收网了。我已让人传信给皇上，说今晚在皇宫凉亭的东南角与他相会。我们走，去凉亭附近做好准备。你们给我站住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刘姐姐。深夜拦路，不知有何要事？你还敢问我？要不是翠果向我禀报，我还不知道皇上这些天寻找的狐妹子竟然就藏在我的宫里。温婉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勾引皇上！翠果，看来刘姐姐的身边也并非都是忠心耿耿之人。给我上！把这个贱人的玉笛抢过来，好好教训他一顿，让他知道在这后宫之中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给我上！你就是靠着这根破笛子勾引到皇上的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也配与我争夺皇上的宠爱？我上你吹，上你吹！看你以后还怎么用笛子勾引皇上！翠果，把庭兰轩的宫门锁上，今晚不准这温婉星迈出宫门半步，让她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是，柳贵人。多谢妹妹替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今晚我会替你去凉亭与皇上相会，等我得宠之后，再来好好答谢妹妹，定让你在这后宫之中生不如死。小主该怎么办啊？玉笛被摔碎了，柳贵人今晚肯定会去凉亭跟皇上相会，他要是得宠了，我们就彻底没有活路了。他抢不到我的机会，也得不到皇上的宠爱，因为今晚皇上根本就不会去凉亭。我让人传信给皇上，说在凉亭相会，不过是为了把他支开，欺骗他罢了。
他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，实际上不过是我手中的一枚棋子啊。那皇上今晚要去哪里啊？今晚皇上只会来听兰轩，只会来见我。温婉星那个贱人还想跟我争宠，这下好了，玉笛被我摔碎，人被我锁在宫里。今晚这凉亭之约就是我柳嫣然的机会，只要我今晚能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定能一步登天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贵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石轩那边的灯笼全被人砸毁了，现场一片狼藉，根本无法待人啊！我们该如何引皇上来此处呢？什么？灯笼被砸了？是谁干的好事？皇上，奴才无能，把整个皇宫都翻遍了，也未能找出一个能吹出那首曲子的女子，更没能找到凉亭之约的那位女子，求皇上责罚。罢了，朕这几天也是昏了头，为了寻找一个女子，把整个皇宫都搅得鸡犬不宁，实在不该，以后都不必再找了。朕累了，准备歇息了。就是这首曲子，就是这个声音，李公公，快听听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。皇上，奴才听这声音，似乎是从附近的鹿鸣宫方向传来的，好像是听兰轩。听兰轩，那不是刚分配给秀女温婉星居住的宫殿吗？朕记得那宫苑偏僻，怎会上锁？而且那温婉星的画像长得甚是丑陋，怎么会是她？快，随朕去听兰轩，看看究竟是何人在吹笛。是谁深夜来访？原以为那晚你不肯现身，是因容貌寻常，没料到竟是这般绝色佳人。臣妾身为皇上的嫔妃，男女界限分明，非礼之事不可为，免得落人口实。朕看自己的女人，何来非礼之说？这后宫里的所有妃嫔皆是朕的人，朕想去哪儿，想见谁，旁人岂敢多言？您是？温答应，这是皇上，还不快行礼！臣妾温婉星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安。不知皇上驾临，未能远迎，还望皇上恕罪。这次总该告诉朕你的名字了吧？那日落堂谷吹笛的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回皇上，正是臣妾。臣妾一时兴起在落堂谷吹笛，惊扰了皇上圣驾，望皇上恕罪。你还会吹笛？那日的玉笛不是已经被人摔碎了吗？臣妾的本事可不止吹笛这一样。皇上要是好奇，要不要亲自见识一番？如何见识？朕倒要好好瞧瞧你还有哪些过人的本事。今晚就让皇上看看我这张小嘴到底有多会吹。李公公，让内务府在天亮之前备好赏赐的珠宝首饰、绸缎衣裳、珍稀补品，都要顶尖的，送到定兰轩来。另外，往后对定兰轩的温大爷务必客气周到，好生伺候，若有半分差池，唯你们是问。公公，这位温答应今晚才刚侍寝，皇上就赏赐这么多贵重物品，还特意吩咐内务府好生伺候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毕竟后宫里新进的妃嫔多的是，从来没见过这般待遇。你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。我伺候皇上这么多年，从未见皇上对哪个妃子这般上心，这般宠爱。从昨夜的魂牵梦绕到今日的亲自造访，这温答应绝对不是普通人。你就等着瞧吧，这后宫要变天了。温答应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真是肤如凝脂，艳若春桃，眉眼如画，倾国倾城。这后宫之中竟有星儿这般才貌双绝的美人，朕之前怎么就没发现呢？倒是朕的疏忽了。皇上现在发现也不晚啊。星儿想要什么赏赐，不管是金银珠宝还是绫罗绸缎，只要是朕有的，全都给你。星儿别的都不想要，只求皇上把星儿升为贵人，还想求皇上将柳姐姐点为答应。哦，朕问过不少妃嫔这个问题，他们听完无一不是唯唯诺诺，说无所求，只求朕身体安康。怎么就你这小妮子这么大胆，张口就敢让朕半这半那，还敢要求朕贬斥其他妃嫔？皇上是天子，一言九鼎，既然天子让臣妾讨赏，臣妾怎敢推辞？再说，臣妾和皇上定情那晚吹的玉笛，就是被柳姐姐摔坏的。她还把臣妾锁在宫里，不让臣妾与皇上相见。臣妾心中实在委屈。皇上您看，臣妾这庭兰轩屋里连件像样的摆设都没有，简陋得很，甚至不是宫女的住处。这都是柳姑娘有意为之。她仗着家世出众，在宫中行事张扬，时常为难臣妾。原来当初让朕险些寻不到星儿的是她。柳嫣然行事太过出格，竟敢如此怠慢朕的妃嫔，实在胆大妄为。好，朕便依你，
即日起，晋温婉欣为贵人，居青兰轩，享贵人分例，将柳嫣然降为答应，收回一应赏赐，移居偏殿，以示惩戒。从今往后，这庭兰轩的一宫之主就是你，星儿。这样的安排，你还满意吗？谢皇上隆恩，臣妾十分满意。你这个奸猾的女人，竟敢设计骗我！我在那凉亭守了整整1夜，连皇上的半分影子都没见着。姐姐总算回来了，你的东西我已经让人收拾好，你搬去偏殿住吧。你这个贱人，莫不是失心疯了？你竟敢对我动手！昨夜姐姐还说，若是得了皇上的恩宠，定会好好谢我。可巧了，昨夜承皇上恩宠的人是我，这一巴掌就是我回葬姐姐的谢礼。你放肆！你多谢姐姐为我腾了主殿的位置。昨夜皇上对我十分满意，还晋我为贵人，将你贬成了答应。如今我才是这庭兰轩的主位，这殿宇我要住，你敢不从？咱们走着瞧，我定不会让你好过。小主，方才您这般做是不是太过张扬了？她可是皇后娘娘的亲表妹，您就不怕她去坤宁宫向皇后告状吗？我要的就是她去皇后那里搬弄是非。小主，这是为何？如今我既已承宠，又连升2级，皇后迟早会盯上我。我这般表现的恃宠而骄、有勇无谋，反倒会让皇后觉得我不足为惧，对我放松戒备。奴婢明白了，小主这是故意示弱。我和皇后的这场较量，今日才算正式开始。你们这样的人，不过是任人践踏的泥尘蝼蚁罢了。娘亲，孩儿终于开始为您报仇了。穆清渊，你低头看看，当年被你踩进泥地里的蝼蚁，如今正顺着你鞋底的纹路，一步步往上爬。从今日起，我会让你活着尝尽剜心之痛，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一点腐烂成泥。你做好准备吧。表姐，那温婉欣欺人太甚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快起来，你是本宫的亲表妹，本宫岂会容她欺负你？多谢表姐娘娘。娘娘，您这表妹看着就愚笨不堪，您真要为了她去对付那温贵人吗？不过是个刚得宠就忘乎所以的小贵人，也配让本宫费心对付？这些年宫里这样昙花一现的嫔妃多了去了，只要她怀不上龙翼，就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张嬷嬷，去把本宫准备的东西取来。是娘娘，本宫非但不会动她，还要送她一份厚礼才是。恭贺温贵人进位之喜，皇上特赐东海夜明珠1颗，象牙2对，锦缎6匹，黄金翡翠若干。奴婢们恭祝温贵人盛宠不衰，福泽偏长。都起来吧。谢贵人。放桌上吧。是。小主，不光是皇上，各宫的娘娘们也都送来了贺礼。这是贤妃娘娘送的玉兔摆件，这个是丽嫔娘娘送的银步摇，还有这个是看着像是个木偶。这是我小时候师傅做来哄我入睡的木偶，定是师傅在跟我联络。是师傅在跟我联络。莫贪荣华暖，花谢终成残。师傅这话是在提醒我什么？奴婢奉皇后娘娘之命，前来为温贵人送上进位贺礼。这羊脂玉镯是西域进贡的稀世珍宝，天下仅此一对，是皇后娘娘特意为贵人寻来的。贵人可得日日佩戴着，莫要辜负了皇后娘娘的一片苦心。臣妾不敢。这玉镯被麝香泡了许久，女子若是长期佩戴，怕是一辈子都无法生育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放心，我自有应对之法，不仅不会让皇后的阴谋得逞，还要让她自食恶果。你今日竟敢戴银钗，是想学那温婉欣狐媚惑主勾引皇上吗？赶紧摘了！娘娘饶命！奴婢只是觉得这银钗好看，绝无其他心思。翠果，
给我掌嘴！娘娘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让他记清楚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东西能带。小主，自从您得宠之后，各宫的嫔妃都争着来巴结您，这珠宝首饰都快堆成山了，哪里带得完啊？纵使金银珠宝再多，也比不上这羊脂玉镯的万分之一。这玉镯啊，皇后娘娘说请高僧开过光，戴上便能早日诞下龙子，牢牢留住皇上的心意，可是难得的福气呢。我的好小主，您若是能怀上龙子，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往后在这后宫里，谁还敢不敬您3分？这玉镯倒是精巧，借我看看。姐姐喜欢，可这是皇后娘娘亲赐的宝物，寓意着早生龙子，恐怕不方便外借。不过是借来看一眼，以这般小气做甚？我越看越觉得这玉镯与我有缘，本就该戴在我手上。不如你就成人之美，把它送我吧。你太过分了，这是皇后娘娘赏我的东西，你怎能明抢？还想怀上龙子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这场好戏才刚刚拉开序幕。臣等恭贺皇上生辰快乐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免礼。今日连久居深宫养病的云贵妃都来了，倒是难得。这就是当年盛宠10年的云贵妃，为何她总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仿佛在哪里见过一般？你这小丫头怎么一直盯着本宫看？贵妃娘娘恕罪，是娘娘容貌绝世，气质出贤，臣妾一时看呆了。倒是个嘴甜的小丫头。星儿，到朕身边来。是皇上。良酒伤身，这是臣妾提前为皇上温好的鹿茸酒，既能暖身，又能滋补身体。多谢妹妹为皇上温酒，妹妹有心了，还是让我来伺候皇上。果然上钩了，倒是急不可耐。这羊脂玉镯，她倒是戴得心安理得。3、2、1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怎么会这样？真是不成体统。此举实在有失体统。皇上怎能在大殿之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失了天子威仪？皇上，咱们还是回寝宫歇息吧。怪哉，身子怎么突然这般燥热？皇上，咱们回寝宫歇息吧。皇上！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皇上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这鹿茸酒本就温补壮阳，皇上饮下后又吸入了浓郁的麝香，才会心神荡漾，失了分寸。宫中守卫森严，怎会平白无故出现麝香？这麝香的气味，正是从这羊脂玉镯中散发出来的。不是的，这玉镯不是我的，与我无关。竟有这样的事！麝香，竟敢在宫中用麝香残害龙嗣！你身携这等残害龙嗣的阴毒之物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没有，我根本不知道玉镯里有麝香，是他故意陷害我。大胆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！这羊脂玉镯是皇后娘娘亲手赏赐给臣妾的，昨日在花园被刘姐姐强行抢走，臣妾百般阻拦都无用。难道姐姐是想说，皇后娘娘赏赐嫔妃的贺礼，会特意藏有麝香，残害龙嗣吗？皇后娘娘，此事您作何解释？皇后，这羊脂玉镯，真是你送给星儿的？是本宫送与温贵人的贺礼。朕念你贤良淑德，端庄大方，才让你稳居后位，协理6宫。你就是这般打理后宫的？
真是枉费了朕对你的信任。皇上息怒，臣妾出身名门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怎会做出这等龌龊之事？容臣妾彻查下人，查明真相。柳答应，你再仔细想想，这玉镯是不是被旁人动了手脚？表姐，真的不是我真的不知玉镯里有麝香啊！再好好想想。不好，他这是用柳氏一族的性命逼我顶罪。皇上，臣女知罪。这羊脂玉镯是臣女动的手脚，臣女嫉妒温贵人深得皇上恩宠，心生歹意，便偷偷在玉镯里泡了麝香，想要害她无法生育。臣女罪该万死。竟敢在宫中做出这等卑劣之事，残害龙嗣，毫无底线。传朕旨意，将柳嫣然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，以儆效尤。皇上，臣女知罪了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这般处置，既整肃了后宫规矩，又保全了皇家颜面，总算不负皇上的信任。罢了，是朕错怪了你。今晚，朕便去坤宁宫，给你赔罪。臣妾定当好好准备，恭迎皇上驾临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温婉欣，想跟本宫斗，你还太嫩了。小主，真是太可惜了，眼看就要揭穿皇后的真面目了，关键时候柳嫣然竟然替她顶了罪，真是便宜她了。这并非她运气好，只是她身不由己罢了。这是为何？柳嫣然可是她的亲表妹，她怎能如此狠心？皇后腰间挂着的是柳嫣然父亲的家族玉牌，还有她母亲的贴身香囊，那是柳氏一族的命脉。她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，就是明着告诉柳嫣然，若是她不顶罪，柳氏一族便会满门抄斩。她也太狠毒了，连自己的亲表妹都能牺牲。如今她不仅洗清了所有嫌疑，还借着皇上的愧疚，得了一次承宠的机会。这一局是我轻敌了。小主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奴婢听说皇后已经派人从民间寻来了助孕药，若是皇上这次临请她，她真的怀上了龙子，您的处境可就更危险了。她怀不上的，皇上今晚根本不会去坤宁宫临请她。论权谋算计，我或许暂时不及她，但要说如何抓住皇上的心，勾住皇上的兴致，我还从未失过手。本宫贵为六宫之主，母仪天下，竟要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民间偏方来助孕，传出去岂不是要被各宫耻笑？娘娘，您就忍一忍吧，只要今晚能怀上龙子，往后母凭子贵，这后宫之中再也无人敢与您抗衡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皇上，前往坤宁宫的龙辇已经备好，随时可以起驾。皇上，可是有什么不妥？无妨，只是看到一只小野猫躲在花丛里，朕想好好安抚一番。是，奴才明白。朕的小野猫胆子倒是不小，竟敢在这里等朕。皇上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臣妾只是闲来无事在宫道散步，没想到竟能偶遇皇上。你可知，朕一会儿还要去坤宁宫。燕儿只是怕皇上路上孤单，特意来陪皇上说说话，怎敢跟皇后娘娘争宠呢？只是皇上能不能忍住，到了皇后娘娘那里，还有没有精力宠幸她，那星儿就不知道了。星儿，你这是在怀疑朕的能力？皇上，那就证明给星儿看啊。皇上怎么还没来？臣妾都等了这么久，这助孕药都快凉透了，难道出了什么变故？不可能，皇上明明答应过本宫的。臣妾向皇后娘娘请安，妹妹快起身，先去焚香祷告一番，求佛祖护佑后宫上下安稳顺遂。尊娘娘吩咐，让丫鬟们在殿外候着吧。咱姐妹俩好好唠唠贴心话。不知娘娘今日特意唤臣妾前来，有何要事指教？妹妹这些日子伺候皇上辛劳，日夜不得停歇，再加上之前杨之玉镯的风波，差点让你受了牵连，本宫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特意让小厨房炖了人参汤给你补补身子，也算是赔个不是。娘娘言重了，此事与您无关，全是刘姐姐一时糊涂，臣妾岂敢怪罪娘娘。这下妹妹该放心了吧？本宫亲自试过，汤里绝无任何问题，臣妾不敢质疑娘娘，那臣妾便却之不恭了。你
竟然如此蛇蝎心肠。接下来你就好好享受这孤立无援的滋味吧，看看谁还能来救你。这里不需要伺候，速速退出去。是吗？我看娘娘待会儿就离不开我了。这佛堂偏室可是个绝佳的藏娇之地。你根本不是太监，是皇后派来的爪牙。是不是娘娘亲自体验过便知？保管让你神魂颠倒。这熏香包的味道，居然能压制迷情香的药效。师傅，又多亏了你救我一命。您没事吧？奴婢听说皇后娘娘叫您来佛堂，实在放心不下，就赶紧赶来了。我没事，你来的正好，看好她。那咱们快逃吧，皇后娘娘肯定很快就会带着人过来了。小主，那咱们快躲起来，要是被皇上看到这一幕，您就说不清了。皇后应该已经带着皇上来捉奸了，现在逃走，不正好中了他的圈套？既然是皇后精心编排的戏码，我这个主角怎能中途离场？我要让皇上在这出戏里彻底看清她的真面目，让这个倒打一耙的女人自食恶果。皇上，千真万确，臣妾刚刚亲眼看到温贵人和一个陌生男子在佛堂内秽乱不堪，毫无廉耻，亵渎佛祖圣名。星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佛堂这等清净之地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！臣妾冤枉啊！臣妾不慎中了皇后娘娘的迷情香，浑身无力。没想到这个太监竟是个未净身的狂徒，他趁机闯入偏室，想要对臣妾图谋不轨。臣妾拼死反抗，用银簪将他砸晕，才得以保全名节。臣妾冤枉啊！我看娘娘分明是颠倒黑白，故意陷害臣妾。我给她用的是最烈的催情香，若是不与男子交车，最多半刻钟便会暴毙而亡。她一定是在撒谎。臣妾刚刚亲眼看到她跟那个男人做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绝不会有错。难道妹妹是故意砸晕狂徒，想要掩盖自己的丑事，妄图蒙混过关吧？皇后娘娘，你冤枉臣妾了，臣妾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此生绝不可能做出这等不忠不义之事。皇上，臣妾愿意以皇后之位担保，刚刚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不如传太医前来验身，看看妹妹的体内有没有那狂徒留下的痕迹，也好证明清白，保全皇家颜面。皇上，这般验身对女子而言是极大的羞辱，您不能这样对我们家小主。小主冰清玉洁，绝不可能做出这等事儿。这法子虽有冒犯，但能还妹妹一个清白，也能保全皇家颜面。若是妹妹执意不肯，恐怕是做贼心虚，心中有鬼吧。星儿的清白全凭皇上定夺，您若想让星儿验身，星儿便听您的；您若信星儿，星儿便不验。皇上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恐难以服众啊！朝中大臣若是知晓此事，定会皇上偏袒嫔妃，不顾皇家规矩。传太医，臣在。好，为温贵人查验，以证清白。温贵人，那微臣便多有冒犯了。有劳大人。怎么样？他体内可有那狂徒留下的痕迹？回皇上，并无任何痕迹，且体内残留着轻微的迷情香药性，想来是奋力反抗，才未让药性完全发作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会安然无恙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你诊脉有误。星儿，朕就知道你不会做出这等事，是朕不好，不该怀疑你。臣妾中毒之后意识模糊，使用银簪刺破手掌，靠疼痛保持清醒，誓死也要保全名节。除了皇上，臣妾绝不会让第二个男人碰我分毫。此生此世，心中唯有皇上一人。都怪朕不好，竟然怀疑星儿，让你受了这般侮辱和委屈。你再仔细检查，
一定有问题！够了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星儿为保清白不惜自伤，太医也证实了他的清白。朕倒想问问你说的那些场景，究竟是亲眼所见，还是凭空捏造？我绝对不会看错。臣妾到底做了什么？皇后娘娘倒是说清楚。臣妾与那狂徒究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臣妾实在不解，皇后娘娘为何这般笃定那狂徒会对臣妾做什么？难道这一切都是娘娘提前安排好的，故意引皇上前来陷害臣妾？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本宫贵为皇后，母仪天下，怎会对一个小小贵人下手？你这是污蔑！没有证据，贵人可不能乱说。何事如此喧哗，竟把佛堂这等清净之地闹得鸡犬不宁？看来我的证据终于到了。贵妃怎会来此？你不是久居病中，闭门静养吗？回皇上，臣妾近来身体有所好转，便一直在这佛堂静修祈福。刚刚跟皇后娘娘带来的一个面生小太监借了些香烛，现在前来归还，没想到竟遇到这般热闹的事。啊，就是这个小太监，他怎么躺在这儿了？莫不是犯了什么过错？原来这所谓的狂徒，竟是皇后娘娘带进宫的人，倒是稀奇得很。不过这屋里的香怎会与佛堂的檀香味不同？如此怪异，还带着一丝媚态，绝非佛堂该有的熏香。太医，你来看看这个香。回皇上，这香炉中燃烧的是最烈的催情香，多在风月场所使用，药性阴毒，闻之者会失去理智，怎会出现在佛堂这等清净之地？皇上，今日是皇后娘娘特意让我家小主来佛堂礼佛的。自小主踏入这偏室，这香便一直点着，从未熄灭过。皇后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一切是不是你精心设计的阴谋？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，这香不是臣妾点的，是有人故意陷害臣妾。皇后娘娘，难道就因为星儿深得皇上宠爱，你便心生嫉妒，非要除之而后快？太医，星儿的身体状况如何？回皇上，此香威力极为猛烈，闻之女子若未及时解情，便会有生命危险。温贵人此刻已是强撑，需尽快调理静养。星儿，星儿，坚持住，朕这就带你去解围，定不会让你有事。传朕旨意，皇后穆晴渊心思歹毒，残害嫔妃，亵渎佛祖，即刻夺其凤印，剥夺6宫管理权，禁足坤宁宫。无朕的旨意，不得出宫。若再有下次，直接废后，永不复用。温婉欣，只要本宫还活着，就绝不会让你好过。皇上，星儿现在好多了，喝了太医开的药，身上的无力感都消失了。你这小丫头倒是命硬，这般阴毒的手段都没能伤到你分毫。太医说你的毒早已解了，身体并无大碍，怎还一副虚弱的模样，连说话都有气无力的？星儿只是心有余悸，以为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如今在皇上怀里，才觉得无比安心，身子便也软了，只想一直靠着皇上。皇后实在太过歹毒，还好朕及时赶到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可星儿还是害怕，万一以后皇上没能及时救我，那可怎么办？皇后娘娘对我恨之入骨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明日朕便昭告6宫，晋你为嫔，封浩荣，居听兰轩，享受嫔位一切待遇。朕会告诉所有人，我的星儿配享一切荣华富贵，看谁敢再对你下手。今天是您的忌日，杀害您的凶手还活着，依旧在后宫作威作福。您再耐心等等，星儿一定让他下去给您赔罪，让他血债血偿。敢在皇宫禁地私烧纸钱，触犯宫规，你可知这是大不敬之罪。荣嫔刚进位粉便犯下如此大错，就不怕被皇上知道，降罪于你，收回你的封号吗？那贵妃娘娘会告发我吗？我与荣嫔素无交情，无冤无仇，为何不会？告发你，我还能得一份赏赐，何乐而不为？师傅，抓到你了！我就知道是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本宫听不懂。你怕是认错人了。
我会怀疑师傅是从收到这个木人偶开始的。这世上只有你知道我对这种熏香的反应。它不仅提醒我提防皇后的羊脂玉镯，人偶上的熏香包还能化解皇后的迷情香。这等隐秘之事，除了师傅，无人知晓。那时我便怀疑，如此了解皇后之人，必定是久居深宫、熟悉后宫争斗的人。接着是佛堂那次，你出现的时机实在太过巧合。贵妃娘娘久居佛堂，香烛之类的物品一应俱全，怎会特意找一个陌生小太监借香烛？你分明是早有准备，前来为我作证，帮我拆穿皇后的阴谋。最后，贵妃娘娘耳后有和师傅一模一样的红痣，就连耳朵都这般敏感，一碰便会惊呼。这世上不会有这么巧合的事，所以该是我问贵妃娘娘，你为何要秘密培养我10年，教我权谋算计，教我魅惑之术，助我进宫为母报仇？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因为我欠你娘亲一颗糖，一颗救了我性命的糖。那年我刚满15岁，有个两情相悦的心上人，父亲为了送我进宫换取仕途，攀附权贵，竟害了他满门，让我彻底心死。我心灰意冷，买了一包毒药，只想一死了之，只是怕苦，便想找摊主讨块糖，伴着毒药咽下，少受些痛苦。请问能给我一颗糖吗？我可以用银子换。来，孩子，快坐下，先吃一碗热面，暖暖身子。我只是想要一颗糖，不用吃面的。先吃碗热面，暖暖胃。帮我尝尝这面咸淡如何？尝完了，糖管够。来，帮我尝尝这茶烫不烫？凉了便不好喝了。边城一顾会旧人，百年浮沉似前尘。水手一生怒，从不过问。晒着温暖的太阳，闻着面香和茶香，竟忘了寻死的念头，只觉得活着好像也没那么糟糕。舒服吧？人要是死了，这般好的风和阳光就都看不到了，多可惜。我能用这包药换你一颗糖吗？我没有银子，只有这个。孩子，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。所有的苦难都会烟消云散。谢谢。我这颗糖可贵了，你以后必须还我，欠我的情要记在心里。我马上要去建安侯府当差，5年后你到侯府来找我，我等你，给你准备一大包桂花糖。我一定来。5年后，我定来还你一颗糖，还你这份人情。我听了他的叮嘱，好好活在这宫里，学着感受风雨暖阳，步步为营，熬了5年，只为去侯府寻他，还他那一颗糖的承诺。可5年期满，我到了建安侯府，听到的却是让我痛彻心扉的答案。劳烦问一声，温三娘可在府中？我是她旧友，5年前与她有约，今日特意前来寻她。温三娘早没了，被我们家小姐放狼狗活活咬死。她那女儿也被扔去后山喂了狼，可怜的很，都死好些年了。不可能！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看着不对劲，没事吧？是后山，我要去找他，找他的女儿，他们不能就这么没了。所以你不必疑惑我为何救你，教你争宠之术，助你入宫复仇，只因我欠你母亲一颗糖，一颗救命的糖，一个没能兑现的约定。婉心定要亲手认了皇后，为母亲报仇，让穆青怡血债血偿，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。好在皇后已被禁足，凤印也被收回，没了六宫的管理权，离我们报仇成功已经不远了。这就是我今日来的缘物。皇后今晚就会被解除禁足，协理六宫的权力也会原封不动还给她。你别太早欢喜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皇上明明下旨将他禁足，还收了他的封印啊！建安侯权倾朝野，朝中大半大臣都是他的门生。皇后的兄长又刚平定南疆，立下大功，手握兵权，
皇上怎会在此时动他？他母家势力根深蒂固，后宫里的小打小闹，只要没闹出人命，根本动不了他。皇上也不敢轻易对他下手。那若是他敢残害龙嗣呢？入宫这些日子，我已经有了身孕，怀的是皇上的第一个皇子。他做后卫这么多年无所出，想来是天生无生育的福气，这便是他最大的软肋。若让他知道我怀了本朝第一个龙子，日后母凭子贵定会威胁他的后位，他必定会狗急跳墙对我下手。到时候我们借力打力，设下圈套，让他自投罗网，犯下残害龙嗣的大罪，让他彻底垮台，永无翻身的可能。只是这个计划少了师父的配合，万万不行。要我如何配合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尽管说来。坐，听我细细道来。这个计划必须天衣无缝，才能让穆清渊万劫不复。今日是家宴，无朝堂规矩，无后宫品级。朕召你们来说些体己话，凑个热闹。星儿，那日佛堂的事，朕知是皇后对不住你，可后宫无她打理，便乱作一团，朝中大臣也多有非议。朕便提前解了他的禁足，归还凤印。你莫要怨怼，顾全大局才是。臣妾懂皇上的良苦用心，后宫一日不可无主。皇后娘娘打理六宫经验丰富，由她协理，臣妾很放心，何来怨言？本宫敬妹妹一杯，先前的误会不过是一场闹剧，望妹妹宽宏大量，饮了这杯，咱们便冰释前嫌，往后好好相处。臣妾近日身子有些不适，怕是不便饮酒，辜负了娘娘的美意。看来妹妹还是心中记恨，不愿原谅本宫。难不成妹妹连皇上的话也不肯听了？皇上方才还嘱咐你顾全大局。星儿，不过是一杯酒，莫要让朕为难。皇后也是一片心意。荣嫔妹妹，就算对本宫有怨，也不必这般故作姿态吧？这般博皇上同情，未免太小家子气了。你今日怎的这般任性？不过一杯酒而已，何必如此？回皇上，臣妾并非不愿饮酒，也不是故意作态，只是臣妾已有身孕，怕伤了腹中龙胎，才不敢沾酒，还望皇上恕罪。你说什么？星儿，你真的怀上了朕的龙子？臣妾已请太医诊过脉，太医说脉象平稳有力，怀的是位小皇子，如今已有1个多月了。这是本朝第一个皇子，是朕的希望啊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朕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，这是本朝第一个皇子，是上天赐给朕的礼物。星儿，你是朕的大功臣，朕定不会亏待你。传朕旨意，荣嫔孕育皇子有功，晋为荣妃。居陵兰轩一切赏赐皆按最高规格准备，专人伺候，不得有半点差池。是，奴才遵旨，即刻去办。谢皇上隆恩，臣妾定好生养胎，为皇上诞下康健的皇子。恭喜皇上，恭喜容妃妹妹。只妹妹所居的听兰轩虽雅致，却恋险潮湿偏远，不利于养胎。皇上应尽快为妹妹换个好住处，才能保龙胎康健。贵妃有心了，考虑的这般周全，倒是朕舒服了这一点。只是该迁去何处？后宫之中哪座宫殿最适合养胎？臣妾听闻，皇后所居的长乐宫是大师测算过的风水宝地，地势开阔，阳光充足，能护佑子嗣康健。皇后入宫10年无所出，占着这宝地也是浪费，不如让给容妃妹妹养胎，再合适不过。姐姐，都怪妹妹心直口快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，姐姐莫要生气。无妨，贵妃说的在理，龙胎要紧，长乐宫便让给容妃妹妹便是。本宫搬去偏殿即可。那星儿怀孕期间便住进长乐宫，好生养胎。
辛苦皇后暂时搬出来，等杏儿生产之后再做打算。是皇上，臣妾遵旨。臣妾还听说，皇后身边的张嬷嬷最擅长伺候孕中嫔妃，经验十分丰富。不如把她一并赏给妹妹，伺候妹妹饮食起居，皇上也能更放心。贵妃思虑周全，就这么办。皇后娘娘的脸色怎的这般难看？莫不是舍不得长乐宫，也舍不得张嬷嬷？若是娘娘不舍，那臣妾便不换了。丁兰轩住着也挺好。怎会？本宫是为妹妹欢喜，妹妹能怀上龙子，是后宫的福气，本宫何来不舍？妹妹安心住下便是。小主，咱们总算是扳回一局了。皇后这次怕是气坏了，不仅让出了长乐宫这风水宝地，连最得力的张嬷嬷都被赏给了您，真是大快人心。这不过是开始，穆清渊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，我会让你一点一点失去你所珍视的一切，为我娘亲报仇。都过去1周了，皇后那边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以她的性子，绝不可能轻易容忍你怀了龙子，还夺了她的宫殿。确实没有，皇后娘娘近来倒是安分，明面上对小主恭恭敬敬，每日都会派人送来补品，宫里上下也没人敢怠慢。奴婢实在猜不透她的心思。刚歇了没多久，又觉得乏了，浑身都提不起力气。大抵是怀孕太过辛苦，妊娠反应重，近来总是没精神，昏昏沉沉的。不对，这绝不对劲。怀孕初期嗜睡虽是常事，但绝不会这般频繁，还如此疲惫。我这就传太医来给娘娘看诊，定是皇后在背后搞鬼。师傅稍等，太医院上下都是皇后的人，她若存心害我，太医的话也未必可信，说不定还会被她收买，隐瞒实情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疏忽了，你且等着，我悄悄从宫外找一位可靠的郎中来，绝对不会被皇后察觉，必能查出真相。有劳师傅，我信师傅的眼光。先生，我家小主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何近来总是嗜睡乏力，精神不振？莫不是中了什么毒？娘娘近来是否一直在服用安胎药？每日服用几次？又是何人亲手监制的？是，每日都是按皇上亲赐的药方监制，奴婢全程亲自盯着，从抓药到煎药没有旁人接触，从未出过半点差错。这是今日的药包，您仔细看看。原来如此，娘娘嗜睡易疲，并非妊娠的正常反应，而是中了毒。只是这毒性轻微，不易察觉，寻常太医根本查不出来，日积月累才会出现这般症状。什么？中了毒？这副药里的阿胶与黄芪确有安胎之效，可若是添上一味草乌，变成了慢性毒药，药性温和，不易察觉，日积月累，对腹中胎儿危害极大，还会让母体疲惫不堪，嗜睡乏力。可药方是皇上亲赐的，煎药也是奴婢亲自盯着，全程无旁人接触。这草乌是怎么混进来的？绝不可能有人动手脚啊！清河，去把煎药的银罐拿过来，快！定是这银罐出了问题。穆清渊，你好狠毒的心，竟然用这般阴毒的法子想害死我和我的孩子，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这银罐比寻常银罐颜色深，内壁还有一层淡淡的黑色，绝非普通银罐。我明白了，有人将这银罐放在草乌汤中反复熬煮，让罐壁吸满草乌的毒性，再将银罐清洗干净，表面瞧不出任何异样。每次用这银罐煎药，毒性便会渗进药中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任谁也查不出来。这手段实在阴毒至极。这毒性极其轻微，每次渗进药中的剂量极少，娘娘只会以为是怀胎的正常反应，
其他大夫也无从察觉。但这毒性会日积月累，等娘娘生产时母体虚弱，毒性便会爆发，怕是会生下死胎，甚至娘娘自身也有性命之忧，落得一尸两命的下场。穆清渊，你好狠毒的心，竟然用这般阴毒的法子，想害死我和我的孩子！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！他倒是心思缜密，步步为营。若不是早有防备，找了民间郎中，还真发现不了他这阴毒手段，差点就着了他的道。能在银冠上动手脚的，必定是身边的内鬼，是皇后安插在我身边的人。可我们该如何揪出这内鬼，让皇后认罪伏法？不急，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，我们便好好陪他玩玩。清河，陪我演场戏，引蛇出洞。小主吩咐，奴婢照做，定要让这内鬼现出原形。什么破银罐，用着实在晦气。这好好的银罐，怎么说扔就扔？这可是皇上特意赏赐的，材质上乘，多可惜啊！煎药再合适不过了。娘娘嫌这银罐用久了沾了晦气，想换个新的。张嬷嬷，你管好自己的事儿便好，别多问，这不是你该管。我就随便问问，既然娘娘不喜欢，换了也好，换了也好，只要娘娘舒心便好。果然是你，张嬷嬷，我就知道，皇后安插在我身边的内鬼就是你。老奴不懂娘娘在说什么，娘娘莫不是误会老奴了？老奴一直尽心尽力伺候娘娘，鞍前马后，从不敢懈怠，怎会做对娘娘不利的事？娘娘可不能冤枉好人啊！我故意让清河当着众人的面摔了这银罐，就是为了引你出来。做了亏心事的人，终究会心神不宁，想来打探消息。今日你借口送糖茶，特意跑到这小厨房，看到银罐被摔，眼中满是慌乱和紧张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说，皇后让你做这件事多久？你们还谋划了哪些阴毒手段，想要害我和我的孩子？如实招来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此事是老奴一人所为，与皇后娘娘毫无关系。是老奴嫉妒娘娘得宠，怀了龙子，一时糊涂才做了坏事，一切都是老奴的错，与旁人无关。是吗？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查不出来了？你那5岁的儿子在宫外私塾读书吧？若是让他知道他娘亲在宫里做下大逆不道、残害龙嗣的事，被抓去慎刑司严刑拷打，他会作何感想？还有你远在乡下的家人，老老小小一众亲人，难道你就不管他们的死活了？皇后能保你一时，难道还能保你全家一世吗？娘娘，我说，求娘娘放过我的家人，老奴什么都交代，求娘娘开恩。是皇后娘娘，是皇后娘娘让老奴动手的。皇后娘娘得知娘娘怀了小皇子，心生嫉妒，怕娘娘母凭子家威胁她的后位，便让老奴在银罐里筑草屋，想让娘娘悄无声息的滑胎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小主，咱们总算抓到皇后的把柄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这就把她押到皇上面前，请皇上治她的罪，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小主，你疯了！这草屋是毒药啊！你怎么能往安胎药里加？就不怕伤了腹中孩子吗？我就是要让我的孩子出事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皇后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皇后每天只敢让张嬷嬷下那么一点点剂量，根本造不成明显影响。就算皇上知道了，也只会轻轻罚她禁足几日，这根本不够。我要的是让她彻底垮台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师父放心，我早已算过，这一包草药的剂量还不足以让我流产，只会让我出现轻微的滑胎迹象，流些血，足够让皇上震怒，治皇后的罪便够了。这次我一定要让计划万无一失，让穆清源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，血债血偿。傻丫头，何必拿自己和孩子的安危冒险？这般步步为营，苦的终究是你自己。清河，替我梳妆。今日的中秋宴，我就要当着众目睽睽之下，将他的下毒之事公之于众，让他身败名裂。皇后娘娘的琴艺真是炉火纯青，听之如沐春风，不愧是名门出身的大家闺秀。只要皇上喜欢便好，能为皇上和各位大人助兴，是本宫的荣幸。年年中秋都是皇后娘娘抚琴助兴，虽精彩绝伦，却难免少了些新意。不如换个新玩法，让各位妹妹也一展身手，凑个热闹。皇上，臣妾有个提议，不知皇上愿不愿听？这盒子里装着写有各宫妹名字的纸条，不如用抓阄的方式，抓到谁
便有哪位妹妹上前表演才艺，为皇上和各位大人助兴，添些节日气氛。皇上觉得如何？云贵妃想法新颖，倒是有趣，就按你说的办，让大家都热闹热闹。这第一位献艺的妹妹是容妃温婉星。怀了身孕还想表演才艺，更要出洋相。星儿怀有身孕，身子不便，恐怕不宜献艺。太过劳累伤了龙胎，不如换一位妹妹，莫要累着她。皇上放心，臣妾无妨，每日都按时服用皇上送来的安胎药，身子康健得很。太医也说臣妾脉象平稳，适当活动对腹中胎儿也是好事，不会有大碍的。就让臣妾为皇上助兴，献上一曲，祝皇上中秋安康，国运昌隆。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等着朕？好，朕倒要看看容妃今日要为朕献上何等精彩的才艺。血，我的孩子怎么流出血了？容妃娘娘出事了，龙胎要紧啊！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一定要保住朕的皇子。臣妾每日都按时喝皇上送来的安胎药，身子从未有过异样，今日怎会突然如此？难道是这安胎药出了问题？回皇上，娘娘近来喝完安胎药后，便总是嗜睡，精神也不济，浑身无力。奴婢一直以为这是孕中之人的正常现象，便没放在心上。如今想来，恐怕和这安胎药还有煎药的银冠脱不了干系。难道真的有人要害臣妾，要害我的皇儿？皇上，您一定要为臣妾和孩子做主啊！将长乐宫中所有接触过安胎药和银冠的下人严加审问，通通给朕带上来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若有隐瞒，株连九族。到底是谁在星儿的安胎药里动了手脚，害朕的皇儿？速速招来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朕尚可饶你不死。若是执意不说，就拖去慎刑司严刑逼供，让你生不如死。皇上，手下留情！老奴招，老奴全招，都是皇后娘娘。是皇后娘娘让老奴每日在容妃娘娘的安胎药中下毒的。皇后娘娘嫉妒容妃娘娘怀了皇儿，怕娘娘母凭子家威胁她的后位，便让老奴在签药的银罐里煮草物，想让容妃娘娘悄无声息的滑胎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皇后娘娘，你怎能如此对臣妾？臣妾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朕的皇儿？难道就因为臣妾怀了龙子，你便心生嫉妒，不顾皇家血脉，痛下杀手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上次你用毒计陷害星儿的清白，朕看在你父兄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饶了你一次，没想到你却不知悔该，变本加厉，连朕的龙嗣都敢下手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这毒妇！臣妾没有，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这都是张嬷嬷的一面之词，是她故意陷害臣妾。臣妾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怎会做出残害龙嗣这等大逆不道的事？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看来这皇后的位置你是不想要了。朕对你太失望了。皇上，臣妾从未想过与皇后娘娘争宠，只求安稳生下皇儿，为皇家开枝散叶。可皇后娘娘却屡次相害，赶尽杀绝，臣妾实在害怕，求皇上为臣妾和孩子做主，还臣妾一个公道。不对，他怎会如此笃定，半分慌乱都没有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他设下的局，故意引我钻进来？微臣来迟，皇上恕罪。请问是哪位娘娘身体有恙，伤及龙胎？看看这碗安胎药有没有问题，是不是被人下了毒？还有容妃的身子，朕的皇儿怎么样了？在下定论之前，能否先为娘娘诊治一番，结合脉象，才能做出准确判断，不敢妄下定论。这碗安胎药没有任何问题，
里面皆是安胎补身的草药，并无半分毒素。所谓的草巫之毒，更是子虚乌有。容妃娘娘落红，并非中毒所致，也不是滑胎，只是因为娘娘根本就没有怀孕，今日不过是来了月事，气血不畅，才会腹痛流血，并非滑胎。你说什么？心儿根本没有怀孕，她一直在骗朕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没有怀孕。太医，你诊错了，你再仔细诊脉，一定是你诊错了。这安胎药中并无草巫，皆是纯正的安胎草药，绝无半分毒素。娘娘若是不信，可让其他太医一同查验，结果必然相同。刚才张嬷嬷说在你的安胎药里下毒，可她从头到尾都没说下的是什么毒，只是一味指控本宫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难道是你假装怀孕，指使张嬷嬷捏造安胎药下毒之事，随后又故意在中秋宴上假装滑胎，自导自演了这一出戏，好栽赃陷害本宫，夺本宫的后位？温婉欣，你好深的心机！我没有，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这都是皇后娘娘陷害臣妾，是她设下的局，故意让张嬷嬷反口冤枉臣妾。皇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容妃娘娘，老奴已经按照你的要求陷害皇后娘娘了，求求你放过老奴的儿子吧，老奴再也不敢了。这一切都是容妃娘娘指使的，是她让老奴谎称在银罐里煮了草巫陷害皇后娘娘，老奴也是被逼无奈啊。不是的，皇上，臣妾没有指使他，这都是假的，是皇后娘娘收买了他，让他反口诬陷我。皇上，你要相信我。皇上，臣等奉命去容妃娘娘宫中搜查证据时，正好创见这宫女鬼鬼祟祟的藏东西，奴才立刻将她拿下。打开一看，竟是这个。好你个温婉欣，竟敢在宫中行巫蛊之术，诅咒皇后，意图不轨。朕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宠幸你这蛇蝎心肠的女人。皇上，臣妾对此事绝不知情，这巫蛊人偶不是臣妾的，是有人故意放在臣妾宫中陷害臣妾的，一定是皇后娘娘，是她设下的圈套，想要置臣妾于死地。证据确凿，妹妹竟然还想抵赖。这巫蛊人偶在她宫中被搜出，上面还写着臣妾的名字，扎满了银针，其心可诛啊！这是想要臣妾的性命啊！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从假装怀孕栽赃陷害，再到行这宫中尽数巫蛊之术，桩桩件件，若非是想置臣妾于死地，夺本宫的后位，妹妹怎会如此处心积虑，费尽心机？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臣妾真是被人冤枉的，臣妾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无半分二心。假孕陷害皇后，还敢行宫中最忌讳的巫蛊之术，意图谋害皇后。朕终究是被你骗了。朕原以为你纯善温柔，天真烂漫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心机深沉，蛇蝎心肠，恶毒至极。传朕指令，废除温婉欣容妃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囚禁李继轩，永世不得出。臣妾是被冤枉的，皇上，你再查一查，求你了，臣妾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。拖出去，立刻拖出去！朕不想再看到他。臣妾是被冤枉的，皇上，你要相信臣妾呀！皇上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天气已然转凉，妹妹怎么穿得这般单薄？也不知道添件衣裳，仔细冻着。在这冷宫里，可没人会心疼你。怎么有闲心来看我这手下败将？把我害进这里的，不就是你吗，师傅？哦不，云贵妃娘娘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相信你。温婉星，你究竟是怎么查到我头上的？我自认这局做得天衣无缝，
半分蛛丝马迹都没留，你竟能精准指认是我。从我踏进宫门的那一刻起，就成了你布下的棋盘中的一颗子，一颗专门用来扳倒皇后的弃子。你不过是把我当枪使，等利用完了就随手弃之。你曾诓我说皇上每临幸我一次，这福泽莲玉佩便会绽一朵花，等花瓣尽数开遍，我便能怀上龙翼。我竟真信了自己有孕，连太医都不曾请过，对你满心信任，一步步往你挖的陷阱里跳。你还刻意跟我说太医院上下都是皇后的爪牙，让我万万不能相信太医的话。你甚至特意从宫外找了个江湖郎中，谎称安胎药里被下了剧毒，让我认定是皇后要置我于死地。我竟还傻乎乎的以为你是真心帮我为母亲讨回公道，可到头来才发现那安胎药里根本毫无毒素，是你买通了那个假郎中满口胡言，而你却让太医跳出来戳穿一切，让我彻底身败名裂。你教我假装怀孕，自导自演栽赃他人的手段，如今不就是用这招反过来对付我吗？这些阴毒的法子可全是你亲手教我的。至于那些巫蛊玩偶，唯有日日来探望我，对我的宫殿布局了如指掌的你，才有机会悄悄放进来嫁祸我。贵妃娘娘真是好深的城府，步步算计，半分破绽都没有。婉心输得彻彻底底，无话可说。你暗中培养我10年，救过我的性命，教我权谋之术，教我邀宠的法子，助我入宫复仇，如今为何要把我推入这万丈深渊？你就只是我为扳倒皇后布下的一颗棋子，一枚用过即弃的棋子罢了。10年的师徒情分，不过是我让你对我死心塌地的手段。你还真以为我对你有什么真情实意？我和皇后几乎同时进宫，我貌若天仙，才情远胜她，比她更懂皇上的心思，比她更倾心于皇上。凭什么她能稳坐后位，母仪天下，受万人朝拜，手握无上权力，而我却只是个区区贵妃，屈居人下？所以我需要一颗锋利的棋子，一颗能让皇后身败名裂，再也无法翻身的棋子。你年轻貌美，对皇后恨之入骨，一心只想为母报仇，早就被仇恨冲昏了头脑。这样的你自然是最好的选择。一颗被仇恨蒙住双眼的棋子最容易操控，福泽莲显灵全是骗你的鬼话。我要的只是皇后倒台，而非让你取而代之。只是没料到你入宫后势头这般迅猛，皇上对你百般宠爱，夜夜召醒，眼看就要宠冠6宫了。我若再不及时出手，别说扳倒皇后，怕是连这贵妃之位都保不住，甚至会被你踩在脚下。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可你说过，你培养我，助我入宫复仇，是因为我娘曾给过你一块桂花糖，这难道也是假的吗？我娘对你的救命之恩，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假的，全是我随口编的谎话吧。不过是为了让你对我死心塌地，为我所用，做我手中最锋利的刀，你还真信了，真是天真的可笑。那我们这10年的朝夕相伴算什么？你教我读书写字，教我算计人心，小时候给我讲的那些暖心故事，对我的种种呵护，难道也全是假的吗？那些温暖的瞬间，难道都是你演出来的戏码？我杀了你这个骗子！你尽管动手，看看你杀了我之后能不能走出这冷气轩半步。温婉星，你给我记着，在这后宫之中，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情实意，只有尔虞我诈，互相残杀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心软的人终究活不长久，成不了大事。你还是这般心软，怪不得别人，只怪你自己太过愚蠢。皇后倒台之日，便是我登上后位之时，你就在这冷宫里好好看着吧。我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，不得好死！皇上，这海棠林的海棠按时节早就该凋谢了，怎的如今还有这么多花瓣开得这般繁茂？这几棵是晚海棠，开得晚，谢得也晚。就像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明明已经成为过去，却始终难以忘怀。皇上，这已是您这个月第5次走到与温树人出狱的这片海棠林了，您是不是心里惦念着他？毕竟您当初那般宠爱他，
视若珍宝。要不要顺路去冷寂轩看看温树人？他在冷宫中里想来受了不少苦楚，您当初那般喜欢他，或许见一面心里也能好受些。哼，放肆！温氏如今已被废去所有名号，别说去看他，就算他死了，也与朕毫无关系。以后不许再在朕面前提起这个名字，否则休怪朕治你的罪。是，皇上，奴才知错，再也不敢了。皇上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有人落水了，就在冷寂轩附近的湖里，眼看就要沉下去了，情况危急。是谁落水了？回皇上，看模样像是冷寂轩里的那位妃妃温氏，她掉进湖里了，已经快沉下去了，眼看就没气了。快随朕去，绝不能让她死。皇上。朕不过让你去冷宫闭门反省，你竟敢寻短见！你这是想做什么？用死来威胁朕吗？还是觉得朕亏待了你，心生怨怼？臣妾并非寻短死，臣妾只是去湖里找一样对我至关重要的东西，那是臣妾这辈子唯一的念想，由不得啊！你本就不识水性，还敢贸然往湖里跳，湖边湿滑易摔，何其危险！你去湖里找什么东西，能比你的性命还重要？值得你这般拼命，连命都不顾了？自然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那是星儿和皇上的定情之物，是星儿在这世上最珍贵、最宝贝的东西，也是皇上留给臣妾唯一的念想，万万丢不得。是那只白玉笛，可那玉笛不是被柳答应失手摔碎了吗？早就碎成了片片残屑，根本无法复原，找它又有什么用？星儿把玉笛的所有碎片都一点点捡了回来，日夜打磨修整，虽然不如从前那般完整，但它依旧是星儿和皇上的定情之物，是星儿最珍贵的东西，无论如何都不能丢。被打入冷宫后，臣妾身上的所有财物都被宫里的工人抢得一干二净，他们见臣妾失宠便百般欺辱，随意打骂，连吃食都刻意克口，日子过得生不如死，还把这玉笛扔进了冰冷的湖里。星儿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它找回来，这是皇上留给我的唯一念想，没有它，星儿活着也毫无意义。傻星儿，不过是一只破损的玉笛，怎值得你如此拼命？险些丢了性命，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朕的心里该如何安放？皇上，您看，我找回来了，幸好找回来了。皇上，您为了救星儿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湖边风大，寒气逼人，得赶紧回去换了，不然该染了风寒，龙体为重啊。反正都湿了，不如星儿陪朕一起回殿换衣，也好让朕好好看看你有没有哪里受伤，让朕放心。皇上，这里人多眼杂的，多有不便。星儿若是怕朕染风寒，那就陪朕做点别的事，让身子热起来。都听皇上的安排。都给我机灵点，这位娘娘这是要复宠了，都放亮眼睛，赶紧回去准备热水、干净的衣物和驱寒的姜汤，仔细伺候着，半分差错都不能出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，绝不敢有半点差池。才几日不见，竟瘦了这么多，脸色也这般难看，定是冷宫的下人狗仗人势，苛待了你，让你受了不少委屈。在冷宫里，臣妾的地位连最低等的宫女都不如，臣妾能活着见到皇上，已是天大的万幸，能再次感受到了皇上的温暖，臣妾就算死了也值了。你当初终究做下了巫蛊祸宫的荒唐事，朕不罚你，难以服众，但朕也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竟敢这般胆大包天，苛待于你。皇上，星儿知道，如今我说什么都像是狡辩，百口莫辩，但臣妾真的是被冤枉的。那些事情都不是臣妾做的，是有人故意设计陷害臣妾，想要置臣妾于死地。皇上，您仔细看，这缝制娃娃的金线是只有贵妃以上品质才能使用的西域贡品金线，质地精良，色泽光亮，寻常嫔妃根本见不到。臣妾只是个小小的答应，后来才晋为容妃，身份低微，怎么可能拥有这般珍贵的贡品金线？这根本不合常理啊！确实，这金线制式上乘，光泽度极佳，却是西域进贡的珍品，寻常嫔妃根本无缘得到，只有皇后、贵妃这样的高位嫔妃才能使用。还有假孕一事，也是云贵妃特意从民间为星儿找来的郎中，让我信了自己真有身孕。
倘若臣妾真有心骗您，怎会不串通太医院，反倒找个民间郎中，最后被当众戳穿？这分明是他设下的圈套。够了，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说的这些都没有真凭实据，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朕需要时间慢慢查证，不能仅凭你一句话就轻易下定论。皇后娘娘饶了我，别杀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皇后逼我做的，一切都是她的主意。谁把她带到这儿来的？刘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怎会变成这般疯疯癫癫的模样？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什么都告诉你，全都告诉你。当年那个羊脂玉镯里的麝香是我放的，是皇后亲口让我放的。你跟皇上说，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是皇后的阴谋，是她逼我的。刘姐姐，你清醒一点，慢慢说。当初那个藏了麝香的羊脂玉镯，到底是谁让你放的麝香？皇后为什么要让你这么做？求皇后娘娘放过我的家人，放过柳氏一族，都是我做的，都是我做的，是皇后逼我的。她用我柳氏一族的性命威胁我，我不敢不听她的话呀。皇上，看来当初的墨香羊脂玉镯确实是皇后一手策划的阴谋。之前的贾玉巫蛊人偶一事，8成也是她和云贵妃联手陷害臣妾的。朕从前一直以为她贤良淑德、端庄大方，是母离天下的最佳人选，如今才知道，相伴10年，朕竟从未看清这枕边人的真面目。臣妾有一计，能让您彻底看清皇后的真面目，让她再也无法翻身，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好，朕信你一次，等事情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，朕就风风光光接你出冷宫，恢复你的封号，加倍补偿你所受的所有委屈。谢皇上信任，臣妾定不会让皇上失望，定会全力协助皇上查明真相，还后宫一片清静。堂堂刑部侍郎的千金，还要委屈你装疯卖傻演这出戏，刘姐姐辛苦了。你确定这么做真的能扳倒皇后，把我柳氏一族平安无事？我已经受够了被她操控的日子，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。我要的不只是扳倒皇后，还要一箭双雕，把云贵妃也一起除掉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，血债血偿，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站住！你的主子都成了废妃，一个失宠的罪奴，还需要什么东西？这般行色匆匆，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就是出去买点东西，给我家小主添些御寒的衣物。冷宫里太过寒冷，小主身子弱，受不住。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快拿出来让我看看！若是私藏禁物，可是杀头的死罪，你担待得起？别啊，娘娘，我全说，求娘娘饶命，饶了奴婢这一次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家小主要的，是红肚兜、鞭子这些。他说只有用这些东西才能勾起皇上的兴致，让皇上回心转意，把他从冷宫里接出去。红肚刀、鞭子，这都是些什么不知廉耻的污秽东西？小主说他有法子引皇上过来，让皇上回心转意，特意交代奴婢务必在今晚之前把这些东西送到冷继续。哼，这个贱蹄子都被打入冷宫了还不安分，我给你把这些东西烧个干净，看他拿什么勾引皇上。不必烧，不过是个被打入冷宫的废妃，翻不起什么大乱。本宫要让他这辈子都见不到皇上，彻底断了他的念想，让他无声无息地死在冷宫里，连收尸的人都没有。娘娘的意思是要直接派人杀了他？去安排几个可靠的刺客，今晚夜深人静之时，悄悄潜入冷继轩，了结了他的性命，做得干净点，伪造成意外落水身亡的样子。小主，果然和您料想的一模一样，皇后已经对您起了杀心，今晚就会派刺客来刺杀您。戏台已经搭好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现在只需要把另一位主角请上来，让他们狗咬狗，互相残杀，两败俱伤，最后我坐收渔翁之利，让他们都死无葬身之地。深夜用信物传信让我来，想必是有重要的事。你如今在冷宫里自身难保，泥菩萨过江，还能有什么事找本宫？莫不是走投无路，想求本宫救你出去？能让贵妃娘娘亲自冒险深夜前来，自然是婉心想通了一些事情，想要和贵妃娘娘做一笔交易，一笔对我们双方都大有好处的交易，互利共赢。你一个冷宫弃妃，没权没势，一无所有，连自身安危都保不住，能有什么筹码跟本宫做交易？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本宫谈条件吗？婉心进宫，自始至终只为报仇，为我惨死的母亲报仇，并非为了争宠夺爱。我与皇后穆清渊不共戴天，势同水火，这一点贵妃娘娘比谁都清楚，也是你当初选择培养我的根本原因。所以只要贵妃娘娘愿意助婉心守阵仇敌，帮我扳倒皇后，
让他身败名裂，付出该有的代价，那我便一定拼尽全力帮贵妃娘娘登上后位，让你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，掌控整个后宫的大权。这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，双赢互利。你一个冷宫弃妃，没权没势，身边连个可靠的帮手都没有，能怎么帮本宫？这桩买卖看起来太不划算了。本宫凭什么相信你这个背水一战的罪奴？我或许不能，但我腹中的孩子可以。他是真龙血脉，能帮你稳稳登上后位，成为后宫真正的主人。你真的怀上龙胎了？你不是被太医诊断出并无身孕，只是气势浮躁吗？怎么会突然怀上龙子？千真万确，我已然有了身孕。这是货真价实的龙嗣，是皇上盼了许久的孩子。皇上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厚望，只要贵妃娘娘愿意帮我，和我联手合作扳倒皇后，那我便在冷宫秘密生下这个孩子，对外宣称是娘娘的子嗣。娘娘身为皇贵妃，身份尊贵，如今再有龙嗣傍身，登上后位便是名正言顺的事，没人能阻拦，文武百官也不会有任何异议。皇后安排的刺客到了，贵妃娘娘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相信我，与我合作，一起扳倒皇后，登上后位；要么转身离开，继续屈居人下，甚至可能被皇后一并除掉。你自己选吧。娘娘若是不信我的话，便可过来摸摸我的脉象，便知我是不是真的怀了龙子，有没有跟你谈交易的资本。师傅，这盘棋终究是你输了，你还是太心急了，太想登上后位，才会轻易上当，踏入我的圈套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贵妃娘娘中箭了，快来人护驾！贵妃娘娘遇刺，性命垂危！你骗我，温婉星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人！我真是瞎了眼才教你这么多东西。你竟敢设计算计我！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培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教你这么多权谋算计。护驾，快护驾！有刺客刺杀贵妃娘娘，快抓住刺客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怎么是贵妃？快拿下刺客，重重保护贵妃娘娘，不许伤她分毫。拿下刺客，不许动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！皇上，你可算来了！皇上，是温婉星，是他算计我，是他用信物把我骗到这里来的，是他设下的圈套，想要借刺客之手杀了我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您怎能这么说呢？定是刺客的突然出现把您吓着了，您才会胡言乱语认错了人。您先冷静一下，好好养伤。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皇上，依臣妾看，这刺客一定是皇后派来的。皇后一直把臣妾和贵妃娘娘当作眼中钉肉中刺。你们几个立刻仔细审讯这个刺客，务必找出幕后主使。是，奴才遵旨。不必审了，皇上，臣妾知道是谁做的，是皇后。贵妃放心，此事朕一定追查到底。当初温婉星假孕一事，是皇后用臣妾家人的性命威胁臣妾，逼迫我找民间郎中配合，污蔑她假孕，陷害她，让她失去皇上的宠爱，被打入冷宫的。给温婉星诊断的那个江湖郎中，是臣妾按皇后的吩咐找来的。那些巫蛊小人，也是臣妾按皇后的命令，偷偷放在温婉星屋里的。这一切都是皇后一手指使的。好一个恶毒的女人，朕真是瞎了眼，竟一直被她蒙在鼓里。立刻去查皇后今日的所有行踪，看她有没有见过什么身份不明之人，有没有与刺客有过任何接触。一有消息，立刻回来禀报，不得有任何隐瞒。是。贵妃娘娘，您怎么样？伤势严不严重？疼不疼？太医，贵妃娘娘的伤势要紧吗？刺杀贵妃的罪名足以置皇后于死地了吧？这一次，她再也无法翻身，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吧？师傅，您之前做的那些不会是为了……你这招借刀杀人做得漂亮，不愧是我萧玉丽唯一的徒弟，没有白费我10年教你的那些权谋算计，你比我更适合在这后宫生存。师傅，徒儿错了，你别离开我，你一定要撑住，太医一定会治好你的。
你还没有看到皇后倒台，还没有登上后位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我还没有原谅你，你不能死。星儿不哭，师父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替我和你娘亲报仇雪恨，让皇后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我也就安心。师父，你别离开我，我还没有原谅你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，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冰冷的后宫。这块糖我终于能还给你了，当年欠你娘亲的，今日总算是还清了，我没有任何遗憾了。师父，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星儿，好好活下去，替我报仇。师父，师父，你醒醒，你别离开我。师父，我原谅你了，我早就原谅你了，你快醒醒啊！小主，你已经昏了3天3夜，刚醒过来，身体还极度虚弱，太医千叮万嘱，您不能再这么哭了。我师父他真的走了吗？云贵妃已经下葬了，皇上念及旧情，以最高规格为她举办了葬礼，追封她为孝忠皇贵妃，陪葬十分丰厚，风光大葬，也算是给了她最后的体面。我要去送送她，我要去看看她。小主，您不能下床，太医嘱咐您万万不可下床。您现在有了身孕。身孕？我真的怀孕了，我真的有了皇上的孩子。回小主，之前已多次为您诊脉，确实有孕了，已有2个月的身孕，脉象平稳有力，娘娘不必担心，龙胎十分康健。原来这福泽莲的说法是真的。师父，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？小主您别这样，云贵妃若是在天有灵，也不希望看到您这般颓废悲伤。对，贵妃娘娘不能白白牺牲，师父不能白死，皇后必须死，我一定要为师父和娘亲报仇。星儿，你醒了，身体有没有好些？你现在怀着身孕，万事一定要小心，不能再伤心过度，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为了孩子，也为了你自己。皇上，那日刺杀云贵妃的刺客，调查结果怎么样了？是不是皇后干的？是，刺客已经全部招供了，对所有事情都供认不讳，确是皇后一手指使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此事朕一定给云贵妃一个交代，一个交代，绝不会放过皇后这个毒妇，定会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那刺客已被朕下令凌迟处死，以儆效尤。朕已追封贵妃为孝忠皇贵妃，陪葬丰厚，下葬的所有礼制都按皇后的规格操办，让她走得风光，没有任何遗憾。那皇后呢？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她？皇上，皇后娘娘一时糊涂，虽有过错，但念及她打理六宫多年，并无大错。且臣近日刚平定西域，愿以战功为皇后娘娘求恕，还望皇上从轻发落。罢了，你虽心思歹毒，却念及晋安侯府功勋卓著，且无实际伤及龙嗣，朕便不再深究。即日起，罚你禁足坤宁宫3月，收回部分赏赐，望你好好反省。谢皇上开恩，臣妾定当闭门思过，绝不再犯。是，奴才遵旨。小主，不好了！皇上竟然从轻发落了皇后，只罚她禁足坤宁宫3月，连封印都没收回，这也太不公平了！从轻发落，他3番5次害我，甚至意图谋害龙嗣，就只换得3月禁足。我师父因他的麝香不孕郁郁而终，这笔账还没跟他算，他今日的下场根本不够抵偿他的罪孽。小主，您身子还弱，莫要动气。可皇上心意已决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我要去养心殿，求皇上为师父做主，赐死穆清源，血债血偿。温庶人，皇上有旨，不见任何人，您还是回去吧。皇上，求皇上为云贵妃做主，求皇上赐死皇后穆清渊，她
他残害嫔妃，谋害龙嗣，罪该万死。温淑人，皇上知晓你的心意，可皇后母家事大，皇上自有考量，您还是请回吧，莫要惹皇上动怒。求公公通传，婉心只求皇上给一个公道。宣他进来。皇上，皇后心狠手辣，害死云贵妃，此等罪行天地难容，求皇上赐死她，为云贵妃，为后宫枉死之人做主。够了，朕已从轻发落，你为何还不依不饶？穆清源乃靖安侯府嫡女，靖安侯手握兵权，朕怎可轻易赐死？皇上只因他母家事方便纵容他，那云贵妃的冤屈又该向谁诉说？皇上这般偏袒，何以服众？你竟敢教训朕！温婉星也敢对朕的决策指手画脚，朕看你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心肠歹毒，毫无容人之量。皇上说我心肠歹毒，我不过是想求一个公道。看来你还需好生反省。传朕旨意，将温婉星移至静心院禁足，每日诵读经书，无朕旨意不得踏出院门半步。若再敢胡言乱语，加重责罚。小主，吃点东西吧，你已经1天没进食了。吃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原以为皇上会为我做主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。他在意的从来都只是靖安侯府的兵权，只是他的江山社稷，我和师父不过是他权衡利弊的棋子罢了。小主，您别这样，皇后终究有过错，我们总有机会报仇的。机会？我不会再等皇上的机会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不靠天，不靠地，更不靠他这个凉薄的帝王，我要靠自己。小主，您想怎么做？奴婢愿誓死追随您。你附耳过来，我有一个计划，需要你去办。这是我家小主偷偷让我交给侯爷的。皇后娘娘在宫中被皇上苛待，禁足坤宁宫，连日常用度都被克扣。皇上还暗中派人监视靖安侯府，怕是容不下侯府了，让侯爷早做打算。真有此事，多谢姑娘告知，我这就回去禀报侯爷。大哥，快些回去，莫要被人发现。我也该回去了。小主，您为何要做这个香囊，还要准备皇上最爱的桂花糕？您不是已经对皇上心灰意冷了吗？心灰意冷是真，但如今我身处禁足，若无皇上的纵容，怎能暗中调查皇后的罪证？假意示好，不过是为了麻痹他，让他放松对我的警惕，为我们的计划铺路。这香囊中加了凝神的香料，皇上近日忙于朝政，心神不宁，见了这绣着他生母纯粹贵妃最爱的海棠花，定会念及旧情。皇上，静心院的温庶人亲手做了香囊和桂花糕，命人送了过来，说是孝敬皇上的。传温婉星进来。是。皇上，前日是臣妾糊涂，顶撞了皇上，臣妾知罪。这几日攻读经书，已然反省，特做了香囊和桂花糕孝敬皇上，望皇上恕罪。罢了，朕也知你心中有怨，起来吧。往后好生在静心院待着，莫要再胡言乱语，朕会让人给你送些好的用度。谢皇上隆恩，臣妾定当谨遵圣谕，安心反省。容妃娘娘，属下不负所托，查到了皇后的罪证。小姐，这是暗线传来的密信。果然是他，难怪后宫多年无子嗣，原来是他在背后搞鬼，用麝香断了皇家血脉。这个毒妇实在是太歹毒了。小主，我们现在就将这罪证呈给皇上，让皇上治他的罪。不急，
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晋安侯府尚未行动，我们只需静待时机，等他们谋反的证据确凿，再将这罪证呈上，让穆青团和晋安侯府数罪并罚，万劫不复。属下会继续监视晋安侯府的一举一动，有消息立刻禀报娘娘。皇上这是容不下我晋安侯府了。皇后在宫中受苛待，皇上又暗中监视我府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起兵谋反，废了这凉薄的帝王，另立新君。侯爷，此事万万不可。若是谋反失败，便是满门抄斩的下场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已联络西兵旧部，3日后深夜起兵，直闯皇宫，定能成功。属下遵令。皇上，臣妾听闻晋安侯府近日暗调兵力，似有异动。哦，竟有此事？晋安侯刚立军功，怎会异动？臣妾也觉是谣言，只是宫中流言四起，望陛下派人暗查。传朕旨意，令暗卫营即刻探查晋安侯府。皇上，皇上，大事不好！晋安侯府确有谋逆之意。好一个晋安侯，朕待他不薄，竟敢谋反！暗卫营全员出动，连夜包围晋安侯府，反抗者扼杀无论。属下遵旨。何人敢为我侯府？奉旨查抄谋逆侯府。晋安侯接旨。晋安侯以私藏兵符、密谋谋反，证据确凿，皇上有旨捉拿你及其党羽，格杀勿论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你们敢！我乃晋安侯，手握西陲兵权，你们竟敢围捕我府，难道想谋逆吗？穆青鸾，都是你这毒妇害了我，害了晋安侯府。娘娘，不好了！晋安侯府被暗卫营包围，侯爷被生擒了，说是密谋谋反。什么？谋反？我父亲怎会谋反？这不可能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你父晋安侯密谋谋反，证据确凿，皇上有旨，即刻拿下你，打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我不信，我要见皇上。皇上绝不会这么对我的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皇上，经查，皇后多年采购麝香3害嫔妃，云贵妃亦遭其毒手。晋安侯密谋谋反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皇后竟如此歹毒！晋安侯府罪该万死！星儿，朕错怪你了，是朕被穆清源蒙蔽，让你受了这么久的委屈。臣妾受点委屈不算什么。皇后穆青莹残害嫔妃，断绝皇家血脉，数罪并罚，抄没晋安侯府家产，晋安侯及其党凌迟处死，株连9族，废除穆青言后位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出。小主，太好了！皇后被打入冷宫，晋安侯府被抄家，我们终于报仇了。报仇还没有，穆青鸾还活着，只要他活着，我娘亲和师父的冤屈就不算真正昭雪。温婉星，是你害了我，害了侯府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害你的是你自己的歹毒与贪婪。你还记得温三娘吗？10年前被你打死的丫鬟，我是她的女儿。你是那个没死的小丫头！今日我送你去给我娘亲师父赔罪，我死也要拉着你垫背！放开我！既然不肯饮毒酒，便用白绫。
娘亲，师父，大仇得报，你们安息吧。小主，您终于苦尽甘来。后宫无甘苦，我只护我孩儿一世平安。宣温贵妃和皇太子觐见。朕时日无多，传朕遗旨，立皇子温景彦为皇太子，继承大统。温贵妃温婉欣贤良淑德，育子有功，册封为皇太后，辅佐新帝，打理六宫，尊荣无限，代代相传。臣妾遵旨，定辅佐新帝，守护江山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登基，大赦天下。娘亲，师父，我做到了。我不仅为你们报了仇，还让我的孩子成为了天下之主。